这道料理，它其实是客家菜里面很经典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很想知道怎么做，尤其过年过节。对，很多朋友也说，哎，你们节目能不能来做这个啊？今天终于把这个高雄的这个香香呢请到台北来，我们要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咸猪肉。是哇，如果在国外你会做这一道哦，你可能会赚进万贯家财哦，因为真的很多人很喜欢吃。好，那国外又买不到，你可以自己做。哎，你可以上网去卖。是 ，OK， 好，我们吃完甜点要吃点咸的嘛。没错，换口味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五香咸猪肉怎么做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咸猪肉怎么做，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。对，你会做这一道，你会变得很忙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朋友吃了好吃，就说拜托你能不能做一片瘦的？那我们喜欢做料理，不是赶快躲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做牛做嘛，一直做好多，然后做到这样子哦，真的是天翻地覆哦。其实看别人吃，我们会觉得好幸福。现在不会，我是自己吃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好，那我就是用五花肉呢，那五花肉的部分你可以自己选，我觉得不要太肥啦，刚刚好就好了。对。今天的五花肉是真的很漂亮哈。对，五花肉就是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会讲的三斩，对，3斩就是1斩、2斩、3斩。OK， 那我是有带皮的。对，那呢，它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会用叉子，稍微在它的表面，把它擦一下，这样子入味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会建议也不要太厚，对，大概1.5公分左右。对。太厚的话，其实你需要腌制的时间就会拉长，对。然后它很简单，一斤价是哈，简单到无想要教，对，简单到无想要，简单到好讲，简单到不想学，简单然后是好吃的哦。主要呢就是我们的蒜头。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妈妈们呢，你可以准备一个塑胶袋，所有的调味料放进去，然后呢把这个3层肉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揪给花白冰箱，大概半天的时间呢，再去给它翻面一下，再去揉一下。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，我会至少会腌制1天。那腌制好之后，就可以一片一片摆平了，然后放冷冻库，要吃的时候解冻，然后煎完之后再切片。对，没错。配一点蒜苗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这样就很好吃，或者是老公带朋友回来的时候下酒菜啊。或者是我跟你讲，咸猪肉切片加挂包也很好吃，这么简单。好，盖寻干单，太简单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很简单的方式教大家，我们就是把蒜头放进来，蒜头要拍碎了哈。对，酱油。那呢，所有的调味料的分量，你可以去自己斟酌。有些人喜欢五香粉重一点，有些人喜欢酱油味重一点。对，那我有加一点点的小秘诀在里面。什么小秘诀？我看这边冰糖是小秘诀吗？不是，好来，你讲我就甲坑落。哎，好。啊，这米酒啊，米酒对，这嘛不是小秘诀。嘿，对，这是很常见的嘛。蒜末嘛，哈，你也当可以嘛，不爱也可以。蒜末就是那个我们蒜酥啦。对，蒜酥，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。好，我们既然说是五香咸猪肉嘛，那五香粉它是主角。那多寡自己决定。OK， 对，那白胡椒粉。好，还有这2个，你猜是什么？那是刺葱吗？不是，不然是什么？来，肉桂粉哦。对，肉桂粉跟甘草粉。哦，甘草粉。对，这个特殊回甘。对，才不会死咸。对。肉桂粉比较容易猜得到啦，这个甘草粉就比较不容易猜得到。肉桂粉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有些人对肉桂粉他会比较排斥，因为肉桂粉它其实是好东西，但是是很容易上火的。那呢，我先把它用匀之后呢，其实袋子我们可以再用大一点。对。按摩。温柔的对待它，揉一揉它。哦，所以刚刚你为什么要那个叉子去戳一些洞，就让它容易入味哈？是的，是的。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想要问一下香香哦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五花肉，我只要看到有咸猪，一定会买回家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好吃，对，也很下饭嘛。但我就觉得说有一个问题，很想请教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带皮，是。那带皮煎了之后，我觉得那个皮很难咬哎。你也可以用烤的。
会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我觉得用烤的比用煎的，它的皮会更好吃，而且会有点酥酥脆脆的。哦，对，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哈。对，然后你在煎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会建议就是有锅盖要盖个锅盖。我们在煎咸猪肉的时候盖个锅，我们利用热对流的方式，让不要说哦下面已经整个就起来啊，顶管有个青青。对啊，那个皮好难咬，然后你就觉得是很可惜，因为它有胶质嘛。对，所以后来我的解决方式是呢，煎完了之后我就把那个整条的皮哈，给它割掉，但我不是丢掉，我就把它切成很碎的丁啊，然后呢加在比如说我要煮肉燥啦，或者是我要包水饺的时候，就把它包在里面这样。做生菜沙拉的时候，把它取代成培根丁。哦，但是要煸过嘛？对，要煸过，然后而且要煸到很酥，对不对？对，会很香，会提香。然后别人就说这什么东西怎么好吃？猪皮，马上倒退3步。对，不会啦，我们中式西吃。对，其实我们很多那个台湾小吃里面哦，有很多那个猪皮哦。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说那是非常自然的那个胶原蛋白嘛。对，所以都有专门在卖猪皮的，也很好吃哦。是，好，你看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冰箱先冷藏。冷藏呢，那你大概几个小时再去把它揉一揉，翻面让它均匀。然后1天之后呢，其实像我一次就会做很多，然后我就会一条一条把它真空包装，或者是用保鲜膜一条一条把它包好，然后再挨家挨户的送出去。没有，赶快放到冷冻藏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已经腌制好。来，我们先来闻看看它的味道。来，先闻看看，有没有很香？真的很香哎，好香哦！我觉得是不是比外面的味道？对，更香。外面我觉得比较，就是可能不是说不好吃啦，对，因为外面撒非常多的那个黑胡椒。对，我其实个人并没有那么爱黑胡椒。我们今天来试看看香香牌的咸猪肉。好，也要问一下香香，在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pepper？ 比如说哪一个面要朝上朝下，有没有？其实它两面是一样的，差不多。那主要就是锅子的温度哦，温度要上来，上来之后呢，转小火，你不要一直是温度是高的状态。对。那因为呢，我们的咸猪肉呢本身就是五花肉嘛，一会儿坑了的，所以也不摆油了啦。对，我们可以先不摆油，我们看状态，因为其实它油脂已经有够了。那也不要贪心啦，就一条一条慢慢的去煎它。那如果呢喜欢快速一点，做几盖也烤箱，冷沙条都给它摆起来，然后在桌上摆上5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大概烤箱的话，大概也是要看你的猪肉的厚度，对。那温度也是大概在160、170左右。那像我这样子的话呢，平常我在烤大概是25分钟就好了。对，那你烤好、煎好，拿出来不要马上切，一定要等它凉了再切。因为你马上切的话，其实不好切，那你切出来的那个刀面也不好看。那切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还是有一个秘诀。我们利用热对流的方式，让我们底层呢在煎的过程当中它会熟成，那上面的部分因为有热的蒸汽再往下对流嘛，所以才不会卡熊线丁管没盖线，这样子它的平均温度才会肉的平均温度一致的话，肉质吃起来口感才会好吃。哦，真的不用放油，好油。对，你看哦。它就是食物的原味。那呢，我的火可以再稍微大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哦，我们的咸猪肉，你看翻面过来之后已经有一点焦黄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一个要让它更香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我准备米酒。那锅子温度上来，盖上锅盖，让它有一点点带米酒香，可是又不会说过呛。哦，而且锅也不会太干哈，然后觉得就焦掉了。对，你的咸猪肉就煎到焦掉了，而且这样还带有一点酒香，很好吃的。然后你看哦，我们的米酒蒸发了，对不对？大概几秒钟的时间而已。好，要再呛一次吗？不用，再把它翻面。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好漂亮哎，是不是？
对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就是胃口大开？哦，这颜色真的超级漂亮哎。对，很难想象哈，完全没有用油哦。是啊，所以我会建议，真的我们在制作咸猪肉的时候，不要切得太厚，我们要短时间让它熟成，然后肉质呢是嫩的，不是架起来微架起来，就是很柴呀，对，我知道，就开薄，有点像客家小炒里面的肉。对。然后最后呢，再来一次哈，盖起来，转小火，好，大概在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。你不要酱了，不用，然后你也不要再把它煎到全熟，因为我们知道食物它热就是有熟度了嘛。大概在8分熟、9分熟的时候，你放到凉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成熟了。这样的肉质才是最好吃。你煎到熟已经过柴了，对。那其实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稍微熄火，让它焖在里面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它的水分也不会流失掉、蒸发掉。哦，还真的是配薄呢哈。哟，因为我们都尬了啊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打开我们的锅盖，你看这样的猪肉是不是嫩嫩的感觉？水分都保留住了，有没有？原来对。然后呢，放在我们的砧板上。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切，稍微让它降温一下再切。那等一下呢，香香老师会教大家怎么切，让它的口感是更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们的咸猪肉，我们稍微让它降温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切。那切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呢，请厨娘来试看看，两种切法口感真的会不太一样。一个叫做斜刀片，一个叫做直刀片。对，那斜刀片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剖面是，厚薄呢会更一致，然后因为它比较斜，砍起会比较大片一点。来，我们先请厨娘，完全不客气。真的也很软哎，很软嫩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不柴的，而且也吃不到那个猪皮，好像很硬这样。对，是不是学起来？学不会来跟我讲。那你看哦，我们如果切直刀，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这是直的，这是斜的，是不是？它的大小还有它的感觉、视觉效果就不一样，口感一定也不一样。这样吃起来是不是会觉得比较肉？真的耶。对。爱薄就不为尴尬。阿丽娜切斜刀片是不是很嫩？所以说，如果做我们香香这一道五香咸猪肉的，会建议观众朋友呢，我自己是觉得斜切面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上呢，比较就感觉又更不一样，更不一样，而且是很好入口。对，连它的猪皮都是很好吃的 ，Q 弹的。对，没错。